欢迎回来。国家主席习近平17号下午会见到访的菲律宾前总统杜特尔特，这是杜特尔特去年6月卸任非总统后首次访华。习近平表示，中方始终重视中菲关系，愿同菲方一道推动中菲关系行稳致远，希望你继续为两国友好合作发挥重要作用。17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菲律宾前总统杜特尔特。习近平指出，你担任菲律宾总统期间，本着对人民负责、对历史负责的态度，毅然做出改善对华关系的战略选择，中菲关系得以重回正轨并蓬勃发展，为两国友好交往做出重要贡献。中菲同为亚洲发展中国家，两国发展根植于睦邻友好的周边环境，根植于合作共赢的亚洲大家庭。中国奉行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一向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中方始终重视中菲关系，愿同菲方一道推动中菲关系行稳致远，希望你继续为两国友好合作发挥重要作用。杜特尔特表示，感谢中方对菲律宾经济社会发展给予的宝贵支持，特别是慷慨帮助菲抗击新冠疫情，发展菲中友好关系符合两国人民利益，也是大多数菲律宾人民的愿望。我愿继续为推动菲中友好发挥作用。深圳卫视注意到，这是杜特尔特去年6月卸任非总统后首次访华。值得一提的是，在担任菲律宾总统期间，杜特尔特曾5次访问中国，但从未访问美国。尤为外界关注的是，杜特尔特在就任菲律宾总统之前，中菲关系因菲方在美方的挑唆下操弄所谓南海仲裁案而陷入谷底。他上台后力排众议，给南海争端降温，促使中菲关系恢复正常。2016年10月，杜特尔特率领外长、财长等内阁成员及数百名商界人士访华，开启中菲关系破冰之旅。中方当时表示，这次历史性访问是中菲关系的新起点，中国愿向菲律宾人民展开友谊之臂，伸出合作之手。面对该国境内外一些势力企图重新挑起南海争端，杜特尔特2021年还表示，南海仲裁案裁决结果应该被扔进废纸篓。时任菲律宾防长洛伦扎纳也表示，没有任何国际机构可以执行它。距离所谓仲裁已经过去7年，但一些势力仍对此不死心。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米勒近日声称，美国将继续敦促中国遵守南海仲裁案，美国将继续与盟友一起推进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对此，7月12号，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发言人发表声明重申，南海仲裁案所谓裁决严重违反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是非法的、无效的，中方不接受、不承认该裁决，不接受任何基于该裁决的主张和行动。美国作为南海仲裁案的始作俑者和幕后操手，每年在非法裁决出台周年之际，纠集部分域外国家大肆渲染炒作，企图以此向中方施压，逼迫中国接受非法裁决。中方对此坚决反对。第一个呢，是向菲律宾国内传达了一个非常明确的信号，那就是只有和中国搞好关系，共同促进南海区域的和平稳定，那么对于菲律宾才是最重要的国家利益，菲律宾才能受益最多。第二个呢，我想是对于其他的南海声索国也发出了一个非常明确的信号，就是在这个南海行为准则草案文本2读通过的这么一个时机，只有继续呢共同和中国相向而行，共同维护好南海，管控好南海地区的分歧，这样呢才能保证区域的和平和稳定。深圳卫视注意到，上周在印尼首都雅加达召开的东亚合作系列外长会议上，南海行为准则单一磋商文本草案完成2读，加快达成南海行为准则的指导方针文件也获得通过，为尽快启动3读创造了条件。印尼表示，这是南海行为准则磋商启动以来里程碑事件。新加坡外长维文表示，2读的完成反映出各方在磋商进程上取得进展的政治意愿，这也对外发出了一个明确信号，中国和东盟国家有能力、有智慧，通过共同努力处理好南海问题，使南海成为和平、友谊、合作之海。中方也对南海行为准则完成2读表示欢迎。出席会议的中央外办主任王毅表示，南海是目前世界上航行最安全、最自由的海域之一，没有任何一艘商船抱怨在航经该海域时遇到干扰阻碍，个别国家没有必要再做无谓的担忧。中国同南海沿岸国一道，遵守包
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但我们不接受以航行自由为名行航行霸权之实。中方一贯主张由直接当事国通过友好协商和平解决争议，这一原则也写入了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王毅强调，南海仲裁案明显是一场政治操弄，背离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缔约原意，在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等方面都存在明显失当，受到国际法专家普遍质疑。能够增进南海区域和平稳定的唯一方法，能够增进菲律宾国家安全的国家利益的唯一方法，就是和中国相向而行，共同维护南海地区的和平稳定。那么在这个方面呢，其实近期召开的东盟外长会呢，也给出了非常明确的答案，就是印尼作为东盟今年的轮值主席国呢，也再次强调了东盟国家不应该选边站队，不应该让东盟成为代理人战争的战场和竞技场。值得警惕的是，今年2月，美菲两国同意扩大防务合作，菲律宾新增开放4个军事基地供美军使用，其中3个位于该国北部，距离台湾岛仅数百公里。分析指出，美国强化所谓第一岛链，以针对中国的企图十分明显。此外，美国还拉日本与菲律宾一起搞联合海军演习和海警演习。卸任后，杜特尔特多次对美国谋求加强在菲律宾的军事存在表示担忧。他指出，美军将会置菲律宾于险境。他对该国媒体表示，如果美国人在这里待下去并部署武器，那么对菲律宾人来说，认为美国只会部署常规弹头的想法未免太过天真和愚蠢。杜特尔特明确反对与美国签署的加强防务合作协议，认为这项军事合作协议可能给菲带来危险，认为这是美军将菲律宾作为炮灰的一招险棋。菲律宾没有必要和美国在军事上深度捆绑。这个背后呢，其实有美国实施印太战略这样的一个大的背景。那菲律宾呢，处于南海和台湾海峡的这种交汇地带，又是美国的盟友。那么呢，它对于美国实施印太战略呢非常重要，地缘上非常重要。美国呢也希望通过和菲律宾的加强与菲律宾的合作，持续呢通过印太战略打压恶华。那么在这个方面呢，小马克思政府呢也积极的配合美国实施印太战略。可以看出，这个小马克思政府对于这个中菲关系以及这个东盟的这些政策呢，其实还是有欠考虑。7月18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在北京分别会见来访的美国总统气候问题特使克里。来看报道。李强表示，中美同为世界重要国家，两国加强合作不仅惠及彼此，也让全世界从中受益。去年，习近平主席同拜登总统在印尼巴厘岛成功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中美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中美双方要以实际行动落实两国元首共识，妥善管控分歧，推动中美关系早日重回健康稳定发展轨道。李强指出，当前全球应对气候变化任务艰巨，需要包括中美在内的各国加强协调、凝聚共识、抓紧行动，最大程度应对形成气变的合力。当前这个全球应对气变问题面临了很大的一些挑战，需要我们包括中美在内的全球各国加强协作，形成共识，积极应对。克里表示，美中是世界前2大经济体和前2大碳排放国，美方希望美中关系保持稳定，愿同中方加强合作，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等紧迫的全球性挑战，推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8次缔约方大会取得成功。And so the imperative of our two countries coming together and working and showing the rest of the world how we can cooperate and begin to address this with the urgency it requires